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治疗肺痈、邪实气痈的或者叫邪实气闭的一个方这是一个小方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小而忽略它了。这个小方呢，对一些痰浊壅盛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下面呢，我们要讲一下运用这个方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用葶苈大的泻肺汤，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表症，一定要先解表。毕竟葶苈子我们刚才讲的是苦寒的，虽然它有辛，但是它苦寒能够涤痰泻肺，所以病在表的话，如果用葶苈子就怕引血深入所以呢，我们要先解表，或者呢，就是在如果表不是很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葶苈大的泻肺汤的同时用一些宣证之品这是我们用葶苈大的泻肺汤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讲的案例也要启发大家，就是讲一定要是邪实邪实正不虚的时候我们才能用它。假如果是痰浊壅盛又兼有一点正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配伍扶正的药配伍扶正药。但是我刚才讲呢，我遇到那个老年人就是配了香砂六君子汤，这个病人都不行，他确实正虚为主，所以我只有把它撤掉所以在临床上呢，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他的虚实的孰轻孰重。如果当他是虚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你这个葶苈大的泻肺汤还是只有不能用好，这是关于我们的注意事项注意这么2点就是有表的时候我们要先解表。第二呢，如果正虚的时候，如果正虚为主，就先不要用这个方，你先把正气给它排起来再说如果是邪实为主，兼有一点正虚，我们可以用葶苈大的泻肺汤配伍扶正的药同时应用。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邪实为主还是正虚为主的问题大家要辨主次。好，这是关于我们葶苈大的泻肺汤的注意事项，我们就介绍这么多。这个方大家记住了这个方疗效很不错的。下面我们介绍肺痈的第二个方这个第二方也是一个小方是治疗肺痈这个。当然我们葶苈大泻肺汤还有一点就是孕妇不能用孕妇不能用这个方，太迅猛了太迅猛了。我们看肺痈的第二个方适用于血府脓溃，就是溃脓期的一个方这也是个小方，请大家看到第15条，咳而胸满，正寒脉数，咽干不可，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治病人咳嗽胸满，而且呢脉数，但是呢又感觉阵阵的恶寒吐的痰呢是腥臭的。这个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到咳嗽、胸痛、吐痰、腥臭，一定要注意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没有吐脓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他是肺痈那个时候张仲景呢其实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当然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让病人拍一个胸片就知道了，但是当时是没有这种办法，我们就通过咳饮、胸痛和吐痰、腥臭来知道。那么当它脓形成并且溃破以后，它就会吐出像米粥一样的那种脓血痰的脓血痰。桔梗汤呢就是2味药桔梗1两，甘草2两，仍然是甘草大于桔梗，上2味以水3升，煮取1升，分温再服那么张仲景提到了则吐脓血，就这个方呢有一个排脓的作用，所以病人吃了这个药以后，可能脓排出来以后会有脓血。那同学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桔梗汤在《伤寒论》里面学过？是《伤寒论》里面的什么主症？记不记得？少阴病2、3日，咽喉痛咽喉痛用甘草汤，甘草汤不错不柴，然后再用桔梗汤我们一会儿来看我们先看这个症这条原文讲到了咳而胸满病人咳嗽胸中胀满，就是病人有痰浊壅滞于胸中所以呢肺气不能宣降，咳嗽胸中胀满，正寒脉数又有正寒我们表征期是恶寒，亮脓期也是时正寒，到了溃脓期仍然有正寒，这是因为它的云胃瘀滞，所以胃气不能温煦肌表而产生的，切莫把它当成寒症因为它脉数，所以它不是寒症你会知道的。另外舌质红或者舌质红有瘀点，或者舌质暗红深红，咽干不咳时出浊脱腥臭这个病人一直都口不渴，但是干燥
但是就是不可，因为热在云雪分之中，热蒸云阴上扰，所以它不可，但是有热，所以它干啊，这是。另外呢，时时吐出一些这个浊唾，就是比较稠的痰，这个有点像肺痿，对不对？但是呢，肺痿不腥臭，肺痈一定是腥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腥臭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医生呢，大家要注意到，一定要注意观察病人的排泄物啊。久就是说这个酿脓过程到脓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久病人不会一来就是吐脓。当然病人看病可以到你这里来试一来，但是你要问他的病变进程，他绝对不会一来就吐脓，他要病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吐脓，像米粥一样的啊，那是脓溃了就会吐出米粥一样的脓。这个阶段大家要注意了，正气已经虚了。虽然我们刚才的症状里面没有看到虚，但是大家知道，因为它脓血，我们中医认为是什么形成的？对，血肉腐败才能化以为脓。那既然血肉都腐败化为脓了，它的正气就肯定损伤了。所以脓会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就是正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主要病机是热毒蕴虚，壅成脓溃，正气已经受损啊，这是它的特点啊。所以临床上我们到脓，不管是我们的肺痈，还有今后我们要学肠痈，凡是到脓溃这些的，我们攻邪就不能太猛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张仲景呢，主要采取解毒排脓的方法，用桔梗汤啊，桔梗汤。那么桔梗呢，我们说在这里呢，它能够达到开提肺气的作用啊，通过开提肺气来祛痰排脓。所以病人用了桔梗以后，有一个很明显，就是我在临床观察病人用了桔梗以后，他可能咳得更凶了啊，但是咳得更凶其实并不是坏事情，它能够把脓吐出来啊，所以它有一个祛痰排脓的效果。而甘草呢，能够清热解毒啊。这个是我们看这个花是非常美丽的，这是什么花呢？桔梗的花啊，桔梗花真的是很漂亮的啊，很漂亮的啊。这个我们的药材呢就不太那么漂亮了啊。这是桔梗啊，桔梗开提肺气啊。所以桔梗在我们吐血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多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它开提肺气往上涌，如果在卡血的时候，我们的桔梗就不要用重了啊，大家注意到。桔梗汤在《伤寒论少阴病篇》，大家回顾一下啊。我们来看少阴病2、3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采与桔梗汤。它的剂量和这个炮制方法是和我们金匮和伤寒是一模一样的啊。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桔梗汤的临床应用。桔梗汤的临床应用呢，我看到最多的是2个方面，一个就是咽喉炎，这是最多的啊报道。那么这个呢，其实和我们这个伤寒论的关系比较密切啊。从伤寒论的角度治疗喉痹啊，我这个把加味的2组加味的这个药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参考。因为桔梗汤是一个小方，在临床上呢治疗我们的咽炎，我们临床医家常常会加味。而加的药呢，常常是治咽喉的药啊。我这里呢选了一家报道，他治疗了119例这个咽炎。那么大家看到它的剂量比例啊，甘草的量重于桔梗啊。那么他加了这么4味药：银花6克，大海就是胖大海啊，不是把大海搬到他这来了，胖大海啊，牛子就是牛蒡子啊，玄参啊6克。那么这个医家呢是把它作为这个洗了以后，用那个开水把它浸泡，闷在这个杯里面，让病人当茶饮啊，当茶饮来治疗咽炎啊。这是一个医家的报道，他治疗了119例啊，这是治疗咽喉炎。那么还有一个医家报道呢，就是作为这个煎药，我们看他加的药啊，大家参考一下。那么它是用的炙甘草和桔梗，都是甘草的量重于桔梗，大家看到啊，也是加了牛蒡子，另外加了荆芥，还加了板蓝根，它是治疗慢性咽喉炎，是煎水服药啊。当然临床上我们可以随着加味，但是我们对大家看到常常是加的一些利咽喉的药啊，利咽喉的药。好，就是治疗咽炎的报道是最多的啊，这是桔梗汤。另外呢，就是治疗肺脓疡啊。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肺痈了，就是我们中医这个肺痈啊。有医家报道用这个方呢治疗了20例的肺脓肿。那么他选加的药物，大家来看一下啊。选加的药物呢，我们看一组呢就是加的一些化痰啊，化痰的药，比如说泽贝啊，
止咳啊。另外呢，就是第二组加的呢，就是清热解毒药啊，清热解毒的。我们看连翘啊、银花，尤其大家还有败酱草啊，这是解毒啊、排脓的药。尤其大家注意的就是加的是扶正的药。我们看阿胶、百合和黄芪啊，其实它是针对这种肺脓肿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肺痈，和我们中医讲的肺痈非常相似。我刚才讲了，肺痈到了溃脓期，就一定有气血、阴血的不足了，气血不足了，所以呢，加了阿胶、止咳叫黄芪和白合，其实就有一个扶正来脱邪外出的一个思路在里面啊。我就这个是当然是临床上我们的一些医家的用法，但是我帮助同学们来体会这个方在临床的用啊，因为我们现在学到张仲景呢是对于脓溃了以后，但是临床上呢，我们对于脓溃反复发作气虚的可以加上攻补兼施的药啊，像夏枯草、泽贝、杏仁，同时它又能够化痰散结，对不对？好，这是关于我们的桔梗汤的临床应用呢，我主要就介绍这么3个方面啊，就是我昨天晚上最新查到的一个文献，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另外这里还有个复方，其实这个方呢，同学们在方剂学应该是学过的，内科有学过，这里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肺痈呢，这个方不可不知，那就是千金尾茎汤啊，千金尾茎汤，这可有微热烦满胸中夹挫，是为肺痈。当然这个原文呢，咳嗽有微热烦满，我们这个症状是很好理解的，只是胸中夹挫，大家注意到胸中夹挫这个症状呢，临床上是很少见的，往往是肺痈发展到后期反复发作。我们这个刚才讲肝血是肌肤夹挫，这个胸中夹挫实际上是指胸部的皮肤夹挫。今后我们学肠痈呢，也有讲到一个肌肤夹挫啊，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这里反映的什么，就是肺痈也好，肠痈也好，我们的肝血、血儿肝血也好，都是有瘀阻。瘀阻妨碍心血生成的时候才会出现夹挫，所以肺痈真正在临床上出现夹挫是很少见的啊，往往是病情反复发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注意到了。这个胸中应该是指胸部的皮肤上面，我们看到啊，尾茎汤呢就是尾茎2升，薏仁半升，桃仁50枚，瓜半升啊，伤湿为以水1斗，先煮尾茎，得5升去籽。纳诸药煮取2升，服1升再服，当吐如脓。那么这个方也有一个排脓的作用啊。桔梗汤服了以后要吐血，是排脓的意思。那么尾茎汤呢也要吐脓。好，这首方呢，我给大家稍微简单提示一下。这个方虽然冠以千金，实际上是张仲景的方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宗是非常重视版权的啊。首先我们说，林毅他们宋代的一家整理张仲景的金匮药的时候，当时里面没有千金方，是在千金药方里面找到的。那么他们冠以千金，是从千金拿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外台里面看见，王涛在收集方的时候也冠以了张仲景。他在这个尾茎方后面他有句话啊，就是外台秘药里面有这首方的记载，他在方后注仲景伤寒论云，尾叶切2升。那么千金和范汪这2本书里面都有啊，范汪是一个人，就是说在他们的版本、他们的书里面、他们的版本里面收载的这个尾茎汤和这个《伤寒论》里面的尾茎汤相同，都是尾叶啊。我们知道尾茎和芦根，芦根是下面的根，尾茎是上面的茎，对不对？所以呢，实际上在这里看到原始的，那么外台提出还是张仲景的方，所以这一点肯定告诉大家是张仲景的方。但是我们的孙思邈做了很好的工作，把它保存下来的啊，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个方主要的功效呢，我们概括一下，那就是清肺化痰、活血排脓啊，清肺化痰、活血排脓。那么尾茎汤是一个肺痈常用的方，这一点大家记住，肺痈常用方不是平利大枣泻肺汤，也不是桔梗汤，而是尾茎汤啊，所以要给大家这么介绍一下。那么在临床上呢，尾茎汤我们在肺痈的酿脓期还有肺痈的脓溃期都可以用它，只是我们大家注意到临床上往往要随症加味啊。那么在脓未成的时候，就是酿脓期，我们可以和刚才讲的，如果是痰浊壅碎，可以喝葶利大枣泻肺汤
也可以加其他的化痰药。如果容易沉呢，我们可以和桔梗汤合用。所以韦劲汤是肺痈的常用方。好了，我们肺痈病呢就介绍这么3首方啊，在金匮里面，那么张仲景所创制的3首方。当然我们要感谢孙思邈保存了我们的千金方，保存了我们的韦劲汤啊。好，我们这个肺痈这个病我们就结束了。下面我们讲这一篇的另外一个病，咳嗽上气病啊，咳嗽上气病。那么咳嗽上气其实从现在来看包括了咳、喘、笑啊这3个病。那么咳嗽上气病呢，我们张仲景的原文是始于第3条和第4条。其实从这第3条和第4条排的顺序，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咳嗽上气病辨虚实非常重要。它的辨证论治从第6条开始的啊，第5条是肺痿，是肺痿的辨证，第6条是咳嗽上气，那么第7、8、9、10、11、12条、12条是讲肺痈的，那么13、14都是讲咳嗽上气的。首先是把3、4条摆在前面，所以请大家注意，咳嗽上气病一定要辨虚实。那么怎么来辨？张仲景在这里没有说，我们同学们学了中医内科学已经学过了，所以这里我给同学们安排的治学就是3、4条治学。那治学要掌握什么内容？就是怎么来辨别咳、喘、笑的虚实。同学们已经学了内科学，自己下去做啊！这件事情我不给你们做了，你们自己一定要去看，这一点在临床上是很重要的。首先遇到一个咳，尤其是喘笑的病人，首先你就得分虚实，因为他们的治法是大相径庭。一个实症你给他补了，他喘得更厉害；一个虚症你给他泻了，他也喘得很厉害。所以手辨虚实，这是我们治学第3、4条要知道如何辨。那么治学第3、4条还要知道虚实的预后如何。首先来讲，实症的预后是很好的，虚症的预后不那么妙啊。我先给大家提示这么一个，大家再自学3、4条。好，我们下面呢，第3、4条涉及了一个概念，肺脏。我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肺脏是指的什么呢？大家这个概念要求大家掌握。同学们虽然在内科也学了肺脏这个概念，但是在金匮里面的肺脏和我们内科学所学到的肺脏，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内科学里面的肺脏是取决于后世医家对肺脏的认识。那么在金匮这一篇我们要遇到的肺脏这个概念呢，它很特殊。它特殊的哪里呢？它是特指咳嗽上气病中间的一类实症，也就是我们的咳嗽、喘症、笑症中间的一类实症，张仲景把它命曰肺脏。而这个肺脏它的发病机理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内外和谐。内外和谐就是素有浮饮，就是里面它素来有饮，而外呢有外邪，就是有外感之邪。这个外感之邪可以是外感风寒，也可以是外感风热，但是一定是肺上素来有浮饮，内外和谐以后导致肺气胀满，才会形成肺胀。所以肺胀它的性质首先大家确定是实症。第二，它的病因是内外和谐，内往往是因为饮，外呢可以是风寒，也可以是风热啊。它的病机呢主要是肺气胀满，所以我们简称肺胀啊，就这么来的。那么它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咳嗽、气喘、烦躁啊，这是肺胀的概念，要教大家掌握。而同学们在内科学学的肺胀是不一样的。内科学所谓的肺胀是一个虚实夹杂症，对不对？是由于咳嗽、喘，就是很多肺系的疾病反复发展到后期才会形成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啊，这是肺胀的概念。我们古今有别啊，因为我们在金匮里面四个麻黄汤啊、小青龙加石膏汤啊、月碧加半夏汤啊都可以治疗肺胀，但是在现代来用这一方可能就得化裁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好，这是我们第3、4条有一个掌握的知识点，就是肺胀。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咳嗽上气，在辨了虚实大家自学以后，我们下面就看辨证论治。请大家看到第6条，第6条的肺咳嗽上气是什么？寒饮郁肺，
就是病人肺中有寒饮郁阻导致的咳嗽上气。原文第6条，咳而上气，喉中水积生，射干麻黄汤主之。射干麻黄汤呢，大家看，射干13枚，麻黄3两，生姜4两，细辛、直丸、款冬花各3两，五味子半升，大枣7枚，半夏8枚啊。半夏呢大多洗，因为当时的半夏呢主要是生半夏啊，以前所以呢，张仲景往往就是要把它洗啊。上酒煨以水1到2升，先煮麻黄2沸，去上末，纳诸药，煮取3升，分温3服啊。张仲景煎麻黄的时候呢，往往是要先煮去上末啊。我这个地方给大家有一个参考，就是我们大家会看到方中的一个就是五味子半升。那五味子半升有多少呢？我这个选了一个参考资料啊，就是有一个医生啊，他是浙江的啊，一个浙江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医生啊，他就把他们药房的这个五味子呢装了半升的容器来称，就是用500毫升的容器来装啊，应该说不是500毫升啊，我们是200毫升是1升嘛，所以它的半升就是100毫升，用100毫升的容器装，那五味子去称，他称了一下半升大约重33克啊，当然这是我们有一个医生做的一个事情啊。好，下面我们来讲解。我们说这一条呢是治疗咳嗽上气病的，那么它的主要症状呢，首先就是张仲景说的咳而上气啊，所以第一个症状是咳嗽，第二个症状呢就是上气啊。这个上气呢，实际上病人就是有一个喘促的表现。第三个主症，喉中水积生。那么这个水积呢，我们认为就是田鸡。田鸡是什么？大家知道了啊，青蛙。哎，就是很遗憾，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声音给它录下来。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乡村田野中间啊，就能听到田野里面的呱呱呱的声音啊，就是喉中痰鸣。真的，如果我们能够伴着蛙鸣入睡，那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很可惜，在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了。所以这个喉中水积生是什么意思呢？喉中水积生就是气道中间，大家注意有痰饮停留，然后肺要吸入清气，呼出浊气。那么吸入清气和呼出浊气想通过气道，那么痰饮呢堵在这个地方，所以痰气相互搏击，就出现了声响，喉中水积生，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根据这个症状，我们后世医家认为这一条原文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后世的什么症呢？哮症，哮喘的哮症啊。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大家注意到临床上我们对于这类病人一定要问他的痰，不仅要问，你还得看啊，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准确。我就遇到有一个病人，我问他，我说你的痰，最近我就知道有个病人，我问他，我说你的痰怎么样？他说是稀的，然后正好他就吐了，我马上就给他一个纸，我说我看一下，我一看他是稀痰中间夹了一坨黄的臭痰。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痰，我们要望之啊。那么我们的射干麻黄汤的痰是什么痰呢？真的就是稀白痰，但是很不幸的是难以卡出，不好卡啊。这病人咳得很厉害，哎呀，很不容易卡出来啊。痰稀白难卡，这是它的特点。另外呢，病人还可能伴有胸闷，甚者不能平卧。啊，病人咳啊、喘啊、喉中哮鸣声啊，痰又不好卡，甚至是躺不下去啊，甚者不能平卧。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射干麻黄汤，这些症状是它的必备的症状啊。我们痰给大家补充了，张仲景这里没有讲要领的略痰嘛，所以我们要把它补充上去，要看痰。除此之外呢，舌象，我们同学一起来想一下，这个病人舌象，在舌象上，这个病人舌质，大家注意了，可以正常，就是舌质淡红啊。舌苔，但是往往是白滑苔或者是白腻苔啊，白滑苔或者是白腻苔。那脉呢，往往是出现悬滑脉啊，悬滑脉或者悬脉或者滑脉或者悬滑脉，因为它体内有痰饮。好，这就是射干麻黄汤的湿疹，给大家勾勒出来了。哎，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上你要用射干麻黄汤一个指针。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哦，特别是他的咳、喘、哮，再加上痰。那么这个射干麻黄汤症的病机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咳、喘、哮啊？因为它肺中有寒饮，肺气不能宣也不能降，所以它的病机就是寒饮郁肺，肺湿宣降。
大家看到辩证是不是把前面4个字提出来了？那就是寒饮郁肺症啊。病机呢后面还加上一句，寒饮郁肺造成什么结果呢？肺死宣降，所以咳，所以喘，所以喉中水积生，所以胸闷，所以不能平卧，所以痰稀白。这就是他的病机，完全都能解释，那就是他的根，我们找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该怎么治疗了啊？我们现在的治疗是要他的肺能宣能降，那得怎么办？把寒去了，把饮化了。当然这个寒呢，我们讲实际上是讲饮的一个性质啊，所以散寒宣肺，降逆化饮。我们看射干麻黄汤，同学们会注意到我刚才讲它的特征的时候提到恶寒发热没有？没有提到啊，也就是说这个症外寒不是那么重，可有可无啊，大家注意到，所以我没有提到必然会恶寒发热，对不对？它可有可无，但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散寒，就是指它的饮的性质是寒性的啊，散寒化饮。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方，这个方中的主要是射干麻黄汤，就是射干和麻黄啊，射干在这里主要是发挥一个降气消痰，而且能够利咽喉开结的作用。因为现在是喉中水积生，就是这个痰饮在气道在喉间这个地方阻碍了气的升降出入，所以呢用射干来祛痰利咽喉开结。而麻黄这个地方麻黄我们要用生麻黄，所以我有一个宣肺的作用啊，因为它有寒，用生麻黄既能平喘又能够散寒宣肺啊，配上射干成为方中的主药。另外方中还有一种药物就是生姜、细辛和半夏，它们都是辛温的，能够温肺化饮止咳。还有一组药物就是这3味药配上了麻黄，那么姜辛呢配上麻黄以后呢，散寒的力量就更强一些啊，因为它是寒饮之血，所以如果有外寒也可以用这个方，没有外寒也可以用啊。所以我们的外寒，这个外感表症可有可无，主要不在外感表症。这个方里面最精彩的地方是在这里，姜辛下味。大家想想，生姜、细辛、半夏，我刚才分析了是辛温的，对不对？能够温肺化饮，能够止咳。那么张仲景配了一味五味子，五味子的药性是什么？酸温的。那五味子是干什么的？收敛的。那么大家想想，对于有寒饮你要散寒的时候加一味五味子，会不会练习呢？我们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而这恰恰正是张仲景做的最精彩的地方。五味子的酸敛确实有一个练血之弊，但是五味子的酸敛确实又能防止生姜、细辛、半夏的耗散，所以生姜、细辛、半夏得五味子，不至于耗散肺气。同时，生姜、细辛、半夏得五味子的酸能够生津，所以它不至于化燥。那么五味子的敛，由于有姜辛下的散，所以它又不至于练血。它们4味药是相得益彰，这是张仲景最精彩的地方。姜辛下味啊。当然，这个方里面还有一组药物，那就是张仲景用的麻黄和射干啊，麻黄和射干。那麻黄和射干配伍呢，是既能够宣降肺气，又能够利咽喉。所以凡是痰阻在咽喉气道中，那我们一定要配麻黄，一定要配射干啊，这是张仲景在这个方里面的第2个精彩之处。那第3个呢，张仲景还有一组药对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就是紫菀和冬花。我们后世一些食方中呢，紫菀、冬花常常重用啊，常常同用。那我们在这组方里面呢，紫菀、冬花同用呢，消痰止嗽的效果很好啊。所以这个方里面我们看到有3对药组是张仲景用的特别妙，尤其是第1组啊。第1组药如果我们没有体会透，我们很多医家用的时候就把五味子给它去了，怕它练习啊。我就看到最近我看到一篇医院一个什么样的医院，是有一个教授啊，他报道他是北京的一个北中医的一个教授，他介绍有一个病人啊，有一个女病人啊，这个女病人呢就是在咳嗽气喘
啊，他就给他辩证用了一个什么方呢？用了一个小青龙加石膏汤啊，我们后面要讲这个方。用了以后，这个病人呢吃了药就来找这个医生，说这次吃了这个药有一个感觉，就是背上冒风，而且发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下次讲了小青龙加石膏汤再给大家讲。这里我们先把陈秋元的《医学三字经》这句话献给大家啊，大家体会一下张仲景这个江心下味的配伍。陈秋元概括的非常好啊，姜细味一起喷，长沙法细而精啊，非常押韵。那就是对张仲景这个姜，他这里是讲了生姜、细辛和五味子，每个讲半项，就是尤其是姜辛的散的力量是很强的。那么在发散之中配合五味子，确实就是达到能够发散而又不致耗气，辛温又不致伤筋的效果啊。那酸涩味又不会练血，所以这个方法呢，对于凡是有寒饮运肺呢，这一对药是很好用的啊。下面我们介绍一个临床应用啊。这个麻黄汤的临床应用呢，主要就是用于临床上来治疗这个哮喘。哮喘的病人报道是最多的啊，用来治疗哮喘，这是临床报道最多的。第二呢，临床我发现就是治疗一些什么呢？现在有一种叫变异性的咳嗽啊，变异性的咳嗽，就是说这种咳嗽它是属于过敏性引起的。那么我们的色甘麻黄汤效果也很好啊，所以色甘麻黄汤呢。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报道治疗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我们普普周老先生治疗腺病毒引起的一种肺炎啊，病人出现咳喘、痰涎很多啊，是一种病毒性的肺炎，也是用色甘麻黄汤啊。好，色甘麻黄汤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好，这是关于我们的咳嗽上气啊，由于寒饮郁肺介绍这个方，这个方大家一定要熟记哦。色甘麻黄汤在临床是很常用的啊，治疗哮喘的效果。凡是属于寒饮的，我们效果就很好，当然热效就不合适了。所以后世医家把色甘麻黄汤叫做什么方呢？叫做冷效的主方。当然冷效不是在这皮笑肉不笑，不是冷效啊，是哮喘属于寒症的冷效的主方。好，下面我们再介绍一手方啊，治疗痰浊壅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原文呢，是这样讲的。原文第7条，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皂荚丸呢就是一味药，皂荚啊8两。这个药呢要注意一下，要刮去皮，把外面的粗皮刮掉，然后用梳子上一味末汁，蜜丸5指大。以枣膏、褐汤服3丸，日3，夜1服。这手方很特别，大家注意，服药方法上很特别，就是这手方呢，它是做成丸药以后呢，用一个特别的东西来送服它，就是枣膏。枣膏就是大枣熬成膏以后来送服皂荚丸。为什么要用枣膏来送服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我们先来看看这条原文，它描述的症候特征。这也是一个咳喘病人啊，这个病人不是哮症，是咳喘病。它的主要症状呢是咳上气、咳嗽，上气就是喘啊，病人咳喘。那大家呢注意到这个病人的痰，张仲景告诉我们了，他说时时吐浊。那么这个浊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痰很稠。所以我们说时时就是病人频繁的卡吐、稠粘的浊痰。那么色甘麻黄汤是稀板痰，而皂荚丸是稠粘的浊痰啊，这是它们不一样的地方。但大家注意到了，这个痰是灰色的多一些，灰黑色啊，有的病人痰里面夹有一点黑的东西，灰色的东西。我们没有强调它的黄色，大家注意到啊，也就是强调它是痰浊而非痰热啊，大家注意到这个痰浊。如果有痰热，你就要加清热药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呢，就是病人喘得很厉害，所以叫但坐不得眠，病人无法平卧啊。这个不得眠呢，主要是不能平卧，当然也包括他不能睡觉。一个是痰很多，另外一个气壅腻，根本无法躺下，他怎么睡啊？这个病人一躺下去，举着马上就坐起来了啊！我在临床看过这种病人，为什么他气促啊？他必须要坐着才能好一点，所以叫端坐位，对不对？舌象，同学们想想这个病人，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线索，就是他是痰浊壅盛，
大家想它的舌面上是舌干少苔还是什么？舌苔厚腻，我们叫垢腻苔，就舌面上很脏的，看到垢腻苔。但大家要注意到这种病人呢，有些病人是要刷舌苔的。我昨天遇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把舌苔刷了，所以因为如果我发现他痰湿很重，我就要问他你刷舌苔没有。当然这种病人我跟你讲，他不会去刷，他气都出不赢，他不会去刷舌苔了，他没有劲，他都坐在那里端着呼吸，他不会刷。有这种病人，所以大家您常遇到痰湿很重的病人，你要问问他刷了舌苔没有啊？我是经常遇到的病人，他把舌苔上给你刷得干干净净的，你一看哦没有痰浊，但其实上他痰浊，你从脉象上从症状上呢看见很多，舌象上呢他却没有的，这个是要注意啊，给大家提示我临床上遇到的病人。所以脉，他的舌应该是舌苔垢腻啊，或者是厚腻，而脉呢应该是悬滑苔，滑特别明显啊，滑啊，里面痰浊壅盛的特点，一定是有力的啊，一定是有力的。好，这是我们讲的。那这种病人大家注意到，痰呢往往不是很臭的那种，不像我们刚才讲的肺痈啊，痰臭不明显，而且是稠粘很明显。所以赵家丸症呢，它是痰浊壅肺，肺气上逆不降啊，所以它的病机是痰浊壅肺。那么同学想这个呢和我们停力大的泻胃汤比较，那这个方比停力大的泻胃汤还要猛烈一些啊，还要猛烈一些。张文醒呢采取的是宣壅倒治，利窍地痰啊，宣壅倒治，利窍地痰。那这个病人如果用2陈汤，那有些隔虚瘙痒啊，隔虚瘙痒，那是杀牛用鸡刀了，杀鸡的刀啊，杀牛用杀鸡的刀，就是这个病就太重了，我们用2陈汤效果都不好，所以呢用赵家丸宣壅倒治。就这个病人在临床往往是属于一个急重病人啊，西医来讲是吸痰啊，甚至不行气管切开啊。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哈，我是湖南中医学院的毕业的学生，我们那个时候去实习呢，就在一个县医院，我就跟着是人民医院嘛，我就跟着一个老师，就那天我们去查房，我们那有一个病人就是肺心病啊，一个老年的一个农民，我们进去查房的时候，他睡在那里啊，给我们点下头，我们刚刚还没有查完，就是还没有回到值班室，他们病房的病人马上来找我们说，医生不行了，那个病人过去了。我们赶快回过去一看，这个病人就窒息了，就在这里。哎呀，后来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80年代那个条件有限啊。后来那个老师说，马上他就让我马上去拿个那个氧气那个鼻导管来。我还拿了，他就拿了个20毫升的听诊器，然后就把那个鼻导管插在上面，然后就将就他的碗倒了碗水，马上就把那个嘴巴给他敲开，然后就把那个鼻导管就弄到他的咽喉里面就抽。真的抽的时候就听到咕噜一声，抽了一声，然后就拿出来就放到那个水里面一打，就是一坨龙痰，真的就是我刚才跟他讲灰黑的龙痰，这个病人就又过来了，刚才是过去了，现在又过来了啊。那这是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去实习，大学在实习期间啊，印象特别深。其实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中医的，这就是很典型的赵家丸的实验症。当然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都来不及了啊，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像这种病人就痰很多的时候，体质好的时候，就可以给他用赵家丸。这个病人他没有什么反应哦，又是我们刚才讲，他不咳嗽，你别以为他好啊，他咳不出来，但是你用听诊器一听到他肺脏里面就是像稀饭煮开了，咕噜咕噜咕噜很多痰出不来，是很不好。所以赵家丸在这里能够宣壅倒治，利窍地痰。这个就是赵甲啊，这个赵甲。这个赵甲呢，这个是，但是我们入药呢要把它切成小片啊。赵甲呢，宣壅倒治，利窍祛痰啊，利窍祛痰，它的药性呢比我们的葶苈子还要猛一些，所以药性非常峻猛。因此，你想葶苈子、张仲景配了大枣，所以在这里也用了大枣熬膏啊，熬膏。那我们药材就是这个样子。啊，要把这个粗皮刮掉啊，刮掉这个外面这层粗皮，然后呢把它梳制。什么叫梳制呢？就是抹上油啊，牛羊的油叫酥油嘛，对不对？抹上一层油，再去烘烤，烘烤以后它就酥脆了，然后就把它碾成粉末，然后做成丸子，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方呢，张仲景用梳制的方法呢，一个是减缓它的峻猛之性，另外呢就是容易碾成粉末啊。那么蜜丸呢，我们说蜜者缓也，也能够
减轻它的峻猛之性，因为造假药性非常剧烈。我们现在的药理实验发现，造假是什么作用呢？是一种恶心性的祛痰药，就是病人用了造假以后就恶心，不断的恶心呕吐。那么通过这个呕吐啊，他就把痰吐出来了。在当时没有吸痰器啊，没有气管切开的时候，这个方法应该说对于这种病人还是救命之法，大家注意啊。所以呢，张曾几用了一个峻猛的药，我们不要轻用啊。这个病人体质好的人才能用哦，体质不好的人是不能用的啊。而且在危急状态用，所以它是做成丸剂。那么为了缓和它的峻猛之性，保护它的脾胃，所以呢，张仲景就用大枣熬成膏来送服这个皂荚丸，来降低它对脾胃的影响，减低它的毒性啊，降低它的峻猛之性，保护脾胃啊，就这个目的。而且这个病人呢，病情比较重，所以张仲景叫日3夜1服，白天3次，晚上昼夜给药啊。那么这个皂荚丸在临床上呢，我们不是轻易可以用的，我们主要是用来治疗这种痰浊壅盛的病人。比较遗憾，我们现在呀很多时候都没有机会用它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病人都到西医的急诊科去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用了啊。但是在基层呢，我们还是可以用到遇到这种急救的病人。另外上就是痰浊壅盛的时候，我们在基层我们就把它做成丸药。现在有一家怎么做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有一家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供参考，就是把它做成枣肉包在这个皂荚丸外面。就是把这个皂荚做成丸以后呢，把这个大枣去蒸烂了以后，就把大枣的皮去掉，核去掉，那就是泥的嘛。然后把这个皂荚丸再合进去，用肉把它包起来，就是枣肉丸。就这样，病人把它吞下去就很方便。你不可能临时再去熬膏，而且这种是急救病人啊，所以供大家参考。好，我们这个咳嗽上气病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啊。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个医院，同学们呢同学下课也有问到我，就是说这个肺这个虚劳病啊，临床上啊，从哪里来下手治疗啊？这个虚劳病它不是一般的虚症，它是我们人体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里面多个脏腑多种精微物质亏损。我们大家看这个医院啊，我们稍微花几分钟时间。我们这里我选了一个医院啊，这是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轻工啊，就是这个患者呢，他因为防劳太过，又加上劳力啊，这两劳，防劳和劳力导致了什么呢？正气受损，发展为虚劳病。它主要出现什么现象？大家看，精神不顾，心火妄言，主要的症状是失眠，还有就是梦遗，主要看病就是这两个。还有其他虚象，大家看到啊，头晕身倦，气短息低啊，脉呢是尺寸皆虚啊，而且左关脉呢独独有些悬而细数。还有这个阴虚内的征象，大家看，口苦心烦，有潮热小变化。但是主症呢是失眠和梦遗。我们大家看这个医生怎么治疗的。那么主症是失眠和梦遗，而且是梦遗他就睡不着觉，所以这个医生呢先就来给他固。用了什么方法固呢？金锁固金丸，同学们学过的对不对？我们看里面都是些固式的药，沙元枕、芡实、连须、龙骨、牡蛎，而且用莲子粉服为丸，主要是固肾摄精，再配上安神丸啊，目的就是固精凝神，滋阴清火。但是效果不好，我们看哈，用了3剂药，烦热口苦退了，但是呢，夜梦还是多，而且疑无虚息，就是他那个梦遗症呢很厉害啊，梦到这个病人精神恍惚了，就是尤其非常紧张，而且我们中医都认为这个津液是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好了，这个医生觉得关门不利，再来关一下啊，强行关门，用了一个什么呢？固精丸改成汤，牡蛎、兔丝、九子、龙骨、五味、商飘，还有白石枝、茯苓啊，想把它强行先关住，还是没有效。不为胃减少，而以尤甚，还是没有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找到了我们的张仲景，他知道固是固不住的，你关是关不了的，那关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来瞧。他就一及张氏，就是他依照张景岳的啊，精之主宰在心啊，因为他刚才其实主要是从肾来治疗的，那么现在呢就要从心来治疗。
好，换清心饮。清心饮不知道同学们学过没有啊？好像不是你们的主方，放进去我们大家看一下：党参3钱，当归3钱，干地黄5钱，甘草1钱。茯神就是我们刚才讲可以朱砂拌，也可以陈砂拌，就是加强它镇静安神的效果。4钱，枣仁4钱，莲肉4钱，远志前半，黄连8分。就这个方我们看到他没有去顾了，先去调它，调心。1天服2剂药啊，给它加大剂量，但是3日无寸效，遗精如故，还是没有效。医道用是方很少啊，我们这个用的是方太少，用什么方法？这个是一个辩证的问题，这不光是方，就是怎么来从哪里下手的问题。好了，张景岳不行，找张仲景，再往上溯一下源。好了，他想到了，所以现在让你们背原文呢。一下想起来，金匮里面有一个遗精症，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好了，他这个时候想了。他说这个方与上方唯一补养有见，就是刚才的这个清心莲子饮，那是补的。那么我就试一下补，既然不行，1天2剂都补不住，我换成调的方法。他就用了什么呢？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变化的很好，大家看一下哈。要用桂枝前半啊，我们说一钱呢，以前很多是说3克，那么1钱半呢就是4.5克。白芍5钱，大家看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大家记得不？桂芍的剂量比例是1比1啊，大家记住啊，3两。而且这里大家看它变得很好啊，我觉得白芍5钱，桂枝只有1钱半，甘草大枣各3钱，生姜大家看也是1钱，然后龙骨牡蛎重用各6钱，另外它加了一味茯神5钱，另外用陈沙末1钱冲服。主要是要镇静凝神，首2剂效不显，3、4剂力乃助。梦少能睡，宜可稍见啊，终于有间隙了啊，终于有间隙。间隙的什么呢？3数日不等啊，以前是宜无虚席，现在是隔3天才出现一次，或者数日。好了，说明有效了。首方。除人服原汤外呢，早晚用莲心、金樱子。莲心和金樱子主要就是摄精，就这个时候呢，再加上一点固的药了。大家看到啊，先调和来固。那么另外呢，还送服了妙香散。妙香散是什么样？大家看一下，妙香散大家也不熟悉的，这个是合剂局方的，麝香、微木香、山药、茯苓、茯神、黄芪、远志、人参、桔梗、炙甘草、朱砂。那这个妙香散呢是补益气血、安神镇静的。然后用这个金银莲心煎水送服妙香散，这个时候就是在调阴阳的同时兼予固静。好了，有效了，半个月没有遗精了。最后呢怎么办？大家注意，最后也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大家注意，它是调和阴阳，最终还得给它补虚，大家体会到没有啊？所以它开始是先固先补没有效，那现在换了先调，让他们在低水平先调和，阳好好把门关好，阴呢你好好在家里面待着，然后这个时候再来补。用什么补？大家看归脾汤配督气丸，脾肾双补，对不对？督气丸是什么？地黄丸加5味子，所以实际上是脾肾双补，持续1夜，神旺气结啊。这个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虚劳病张仲景调和阴阳法，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在临床上对于阴阳失调的病人，先给他调，让他们暂时调和了，你后面可以再一补。好，我们虚劳病的医案就看到这里，下课。